倒是红章呢就比较特别一点，试打后完全可以理解大家评价不一的原因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印奇。千呼万唤，终于等到了。这次呢，我们要开箱 Donic 张继科的原创碳素，还有张继科新纪元。那毕竟这两款底板呢是 Donic 跟张继科共同研发。那刚上市的时候呢，就是抢购一空，供不应求。感谢长城桌球赞助这一次的器材开箱。那想到当初刚上市的时候呢，大家就在争论说，陆版呢还是欧版的这个问题。那排除掉产地跟价格的因素之外呢，我觉得其实只要手感啊、性能，只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其实就是好的底板。那因为这两只底板呢，有不少球友已经打过了嘛。那它的评价其实有点不太一致，就是喜欢的很喜欢，然后不喜欢的就不太喜欢。那看到这些评价呢，我还是有点小担心啦，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但是来都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亲自实测一下咯。那我手上这两把呢，重量大约都是88到89克之间。那厚度的话，红章大约是 6.05mm 左右，那黄章的话大约是 5.75mm 左右。这两把呢，除了配色、厚度、纤维略有不同之外，最大的差异呢，就是红章的面材是扣头，而黄章的面材是令把。那红章本身是外置结构嘛，那再加上它的大芯做的比较厚，刚刚我们有量它的整体厚度大约是 6mm 左右，那所以它的声音呢其实是非常清亮的，大家听听看。之前好像有说过要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说怎么用敲拍的声音来判断底板的一个基本调性，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好了。给你钱，快点做！这次开箱呢，除了两只底板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就是 Donic Blue Grip J 系列套胶。那因为 J 系列套胶呢是先到货嘛，所以我拿到手之后呢，想说在不刷油的情况下先测试看看。当时初步的感受呢，觉得说，J 系列的速度虽然不是特别的快，不过呢，因为它的海绵韧性非常的足，然后有看到张指导的直播影片说 J 系列呢其实是要刷油才会更好打的，所以当当就买了比较多人推荐的黑油跟黄油。那这两款呢，一罐是海夫，一罐是海上明月。那因为平常我打日德皮居多嘛，所以就比较没有刷油的需求，那就不是很清楚说这两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知道这两款油呢有什么不同的效果，也欢迎跟大家留言分享一下哦。那我们这次试打呢，会在红章上面贴 J1 跟 J2， 然后黄章上面呢贴 J2 跟 J3。那这次3张胶皮呢，我们都会刷这个海夫黑油。那为什么是选海夫黑油呢？因为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而且我查到说刷油呢，好像有一个前置作业，就是刷完油之后呢，要放1个晚上，让它完全的干燥吸收。所以我们就先来准备刷油吧。8 hours later， 大家早安啊！那经过1个晚上的放置呢，看起来这海绵应该都差不多完全膨胀了。那我们就来准备贴皮试打吧。刚上手攻球就可以感觉到黄章的击球手感柔和，拍身的形变感呢比 Vis 更大一些，持球蓄力的时间也比较长。由于黄章发力的门槛较低，虽然单板的威胁相对没有黄章那么大，
但是容易上手，而且旋转能力很强，攻防转换的协调性很好，而且黄章在短球控制上蛮稳定的，起下旋的弧线好，上台率高，旋转跟连续性都特别好，弧线呢比红章更长也更饱满一些，退台的放大感没有红章那么强烈，属于手感忠实稳定的风格。另外上旋相持的容错率呢也是一大亮点，在比赛中会想要更积极的发力进攻，以稳定度打出连续多拍的优势。红章就更有个性一点，手感更硬挺，震动传递更为直接，速度的压迫感比黄章更强，拍伤形变的感受比较小，持球时间较短，弧线也较低频。赢前击球呢，也要注意摩擦去制造弧线，搭配扎实不虚弹的 J 系列套胶，红章的台内短球控制也不错。小力量拉球发力不足的话呢，失误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需要用更规范集中的动作发力，撞进底板去激发出红章的力量。退台后的发力支撑感很好，发力打透红章的球质是相当可怕的。而且退台发力呢有明显的放大感，再加上红章的反拉能力很强，很适合中台强对抗的打法。再来说到综合性能比较的部分，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红章的性能到底有没有比 Vis 强呢？答案是有，红章的表现呢比 Vis 更有威胁性，在比赛中更能展现进攻的血性。除了采用接近蝴蝶 Super ALC 的强韧纤维，再加上厚度约6mm 的拍身，整体的爆发上限更高，但前提是你要拥有充分的发力打透红章，并将它的性能完全发挥。黄章则是更注重在旋转与控制上，比赛中的节奏掌握与连续性是最大的特点。虽然爆发上限没有红章那么高，但是能以稳定的进攻以及灵活的攻防转换，利用多拍相持打出自身的优势。如果说 Vis 是相对均衡的定位，那红章可以说是速度与力量的代言人，而黄章呢，则是旋转与控制的代表，就看你喜欢哪一款咯。那经过我们初步的试打呢，有一些感受算是在预料之内了，不过也有一些意外的惊喜。那先来说说黄章好了，黄章的话，它的手感是蛮均衡的，而且走的是一个稳定的路线，这点呢跟张指导说的差不多。那我感觉黄章呢是有点像是波金加 Vis 的那种综合手感。就是借力好，然后发力的弧圈啊跟上台率都蛮稳定的，而且本身呢不怎么挑皮，而且很好上手。倒是红章呢就比较特别一点，试打后完全可以理解大家评价不一的原因了。那本身就是外置结构再搭配加厚的大心，红章的持球时间呢比我预期的再短一些，而且出球的弧线也比较低频一点。不过在试打的过程中呢，好像稍微可以理解红章的设计初衷。对照张继科本身的打法来看呢，他对于主动摩擦跟制造旋转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看重的，当然这个就要仰赖自身更多的发力去制造弧线，所以可能有些球友打起来会感觉不太习惯。红章呢其实是一把蛮有特色的底板，驾驭的难度呢稍微高一点点，比较适合中高水平的球友来挑战一下咯。如果之后有出第二版的话，我想应该会针对拍身的厚度或者是软硬调性去做一些调整。最后再谈谈 J 系列套胶。那刷油过后呢，它的持球感跟弹性确实是变得更好，没有错。不过 J 系列的手感呢，跟常见的微粘胶皮有点不太一样。它本身是属于那种扎实但是不会太弹的调性，跟其他微粘胶皮相比的话呢 ，J 系列的定位算是更靠近狂飙一点点。那整体是属于那种旋转加力量为主的风格。这次暂时还没有 J 系列的性能评分，详细的分析呢会留到之后的企划中。这次我们就先保密一下咯。那我们这次的开箱就准备告一段落咯。如果你想看其他器材的开箱影片，欢迎留言、按赞、订阅支持一下印奇的频道吧。有打过 Donic 张继科底板或者是 J 系列套胶，还是有刷油经验的朋友，也欢迎留言跟印奇分享一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按你们顾吃。